发展过快的中国海军一直存在一个致命弱点，并且虽然意识到了，但没法解决。这究竟是何弱点呢？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近5年的时间里，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可以说是十分的迅猛，几乎1年的造船总量就能组建一支中等国家规模的船队。2019年，中国海军下水30多艘各型军舰，总吨位高达24万吨，位居世界第一。到了2020年，中国虽然仅下水了23艘军舰，同前年相比速度有所放缓，与往常相比的确逊色了不少，但排水量高达15万吨，仍是世界之冠。需要知道的是，尽管目前中国海军舰船数量已超过美国，甚至还在继续建设现代化的水面舰艇、潜水艇、航空母舰、两栖攻击舰以及新一代的战斗机等等，但美媒近日却指出，发展过快的中国海军一直存在一个弱点。在美媒海军研究协会1月23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，中国海军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，但是它一直都存在着一个重大缺陷，还没有得到解决，并且中国人至今仍未解决。中国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，为此仍然继续加强自己的海军力量，使自己的海军始终处于战备状态。但这一问题可不是如此简单就能解决的，因为目前中国海军的缺点是缺乏离岸基地和停靠访问的友好港口，这显然不是增加海军吨位就能解决的问题。针对中国海军的这一点，有美国海军专家认为，由于美国海军自2战以来就一直拥有强大的海军规模，这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在世界各地拥有自己的军事基地，而10年前爆发的利比亚危机等等之类的一些因素，使中国海军感到了巨大的威胁，并为此开始效仿美国海军来不断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，希望能够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公民，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。所以中国海军现在已经开始在南太平洋、非洲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海军基地。确实，这些年来中国的战舰建造速度确实很快，虽然间歇性的有大型补给舰陆续下水，但是随着中国海军越来越多、越来越远地走出去，在世界各地执行一些非传统的作战任务，这就使得海上补给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。其中就比如说，已经在中国海军任务中常规化的亚丁湾护航行动，每次派出的编队都是1艘补给舰加2艘战舰，这体现了补给舰在远洋作战中的作用。而马航失联、客机搜救行动更是直接暴露了中国海军远洋补给弱这一致命伤。